上周五6月26号，在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儿。这天下午5点55分左右，在东三环的 CBD， 中信大厦，也就是中国尊呢，遭到了一架小型飞机的袭击。袭击的位置啊，是在中信大厦的83层。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场这个中信大厦那个楼啊，被撞了2个大洞。这袭击的飞机啊比较小啊，撞上中信大厦之后呢，就断成了2截。它前半部分啊，估计直接冲到了这中信大厦里面去了，后面这部分就断了。断了之后呢，就从这83层啊，就掉到了地面。83层啊，那也很高啊。中信大厦的总高度是528米，83层的位置我估计也有400米，所以啊，这残骸掉到地面的过程也挺长。旁边大楼的这些民众啊，就不失时机的用手机拍下了整个这残骸掉落地面的过程。大家可以看一下，那飞机的后半部看得非常清楚啊，还有中信大厦的那些本身的那些材料，我估计有玻璃啊，有框架啊，也一起掉到地面。掉到地面之后啊，就砸在了东信大厦啊2层的那屋檐上，马上就起火了，冒烟了。我没有灭火的呀。地面的这些民众不知道啊，吓坏了，大家就开始惊慌失措的到处乱跑啊。中信大厦里面的这些牛马们估计也吓坏了，沿着消防通道就往下撤。你想想，飞机撞上大楼，万一变成911了呢，是吧？那肯定是大家第一时间第一反应就是往下跑。下面这个民众呢，除了往外跑以外，我看也有倒霉的，有一个出租司机啊，不知道是在现场趴活呢还是路过，天上的残骸掉下来，直接把他的那个出租车的那个后玻璃就给碎了。给他妈的哥这玻璃都给碎了，我操，挺牛逼的。现场的民众还在说呢，他说这个得让国家赔你啊，赔不赔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场景啊，确实引起了很多 CBD 啊这民众的围观。你想想，中信大厦、中国尊、北京第一摩天大楼啊被袭击了，这确确实实足够引起大家的兴趣啊。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拉起了警戒线，不让看呐。然后呢，救护车也赶到了现场，就冲到这个大楼里头，开始营救这个伤员。哎呦我的天呀！脸上，你看脸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从这大楼里头啊，就有那个担架抬出来了。你看有个女的现场啊，给人感觉受伤挺重，往那个救护车上搬出来，还有男的啊，整个这个过程还是蛮紧张的。那么一提起飞机撞大楼啊，大家第一反应都是911。那911当时的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世贸大楼啊，把2个大楼都给撞垮了。美国呢，毕竟是灯塔国啊，在全世界呢，它其实也招这个恐怖分子恨。美国遭遇的这个恐怖袭击啊，级别也比较高。但是过去呢，中国你想想也有恐怖袭击啊，那级别跟美国比起来就差远了。了不起开一个越野车冲击金水桥，再了不起那也就是新疆的暴恐分子拿刀在那火车站拿刀砍人，这也是最高级别了。但是6月29号这件事情啊，它是填补了中国啊飞机撞大楼的这样一个空白。那美国有飞机撞大楼，那这下中国也有飞机撞大楼了。那毕竟中国跟美国现在是G2啊，按照川普来讲的哈，所以美国有的中国也要有。那6月26号这个事件，在我看来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此啊。当然了，规模上跟911还是没办法相比的。你现在看那小飞机，那跟人家那个美国的恐怖分子呢比起来，那还是差一大截啊。那么事情发生的第2天啊，朝阳区就发了一个通报，他说啊，有一架单发双座的这运动飞行载具啊，撞上了北京的一座高层建筑，飞行员呢当场就死亡了，然后还有13人受伤。通报的内容啊非常简单啊。我看了这个通报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我说这个写通报的人肯定是没文化。什么叫撞到了北京一座高层建筑啊？你知道对于公共建筑的高层标准是多少吗？是24米高就叫高层建筑，超过100米就叫超高层建筑。中国尊有多高啊？528米啊，它是北京第1高楼啊，全中国第7啊，全世界排名都第10啊。你想想，这能叫高层建筑吗？北京的高层建筑加起来啊，没有1万栋，我估计也有5000栋。但是现在呢，撞上了中国尊，撞上了北京第1摩天大楼，他说撞上了
一座高层建筑。一般的老百姓看到这个通告能明白吗？肯定是搞不明白啊。所以啊，要想搞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不能看官方通报，还得看我们王局拍案啊。我就来讲一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架飞机啊撞上中国尊，它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一个飞行员的误操作，或者说是飞行器啊出现了故障，控制不了啊。那么大家来听我来分析一下，这架飞机呢叫做阿若拉 SA60L， 编号呢是 B12PP， 大家可以通过飞行残骸都可以看到啊。这个飞机呢是中国自己生产的一个单发运动型飞机，飞机的重量啊大概就是300公斤左右，飞行的这个速度呢大概在180公里左右，续航的时间呢大概是3到4小时，价格也比较便宜啊，几十万一架啊。这架飞机啊，它属于东石双月航空学校，它的飞机的机场是在北京的直佛寺。你要学这个运动型飞行的驾照啊，在中国其实现在也挺便宜的，花个3-5万块钱就可以拿到这个运动驾照。我现在是在北京的石佛寺机场，这个机场你可能没听说过，但是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机场带你上天去看一看。回来，我们的飞行员已经在等我们了，我们赶紧上飞机。我怎么上去啊？坐了这么多次飞机，这个小飞机还不会上啊？是踩这儿是吧？对，是的。好，把手。好。嚯，我们今天坐的可是空中宝马希瑞 SR20， 这个飞机还挺精致的。坐稳扶好，咱们起飞喽！村庄麦田秒变迷你沙盘，这驾驶舱的视角比舷窗刺激10倍。可以不用自动驾驶一开，咱们就躺平喽。这么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很难。现在拿这个飞行驾照啊，门槛并不是很高，17岁以上，5年没有犯罪记录啊，初中毕业以上的学历，如果你有汽车的驾照，你就可以学习，只要学习30个小时，你就能拿到这个运动驾照。但是运动驾照以上啊，就是私人驾照。这私人驾照呢，要求就高了。一般来得花个15万左右，得学一些那个理论课程啊。这运动驾照跟私人驾照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私人驾照啊，你就可以从 A 机场飞到 B 机场，比如说你从卧佛寺的机场飞到雄安机场，这是可以的。但是运动驾照啊就不行，运动驾照你就只能卧佛寺机场起飞，你再回到卧佛寺机场，限制还是比较多的啊。我了解的信息啊，就是这架飞机啊的驾驶员，他呢实际上还没有拿到运动驾照，只是在取得运动驾照的过程中，因为他那天放了一个单飞。那么由于我们国家啊这飞行器上天之后啊，其实所有的航迹都是公开的，所以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当天他的整个飞行的航迹图啊就已经公布到网上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架飞机呢是5点30分在北京的平谷的直佛寺机场起飞，起飞之后呢，他在围着这个卧佛寺机场啊做了2个本场起降的这个飞行。所谓的本场起降啊，从通用航空的角度来讲，就叫5边形的起降。就飞机啊，你沿着跑道起飞之后，然后呢，飞个1-2公里之后，马上拐一个弯，左拐，左拐之后呢，你就开始拉升高度，拉升高度之后再左拐，然后再过左拐，一共转5个弯到机场重新降落。这个过程呢，就叫5边形起降。这是通用航空运动型驾照的一个最基础的训练项目。这架飞机啊，在6月26号啊5点30分起飞之后啊，围着这个石佛寺机场是飞了2圈。按照计划呢，它应该5点40分返场降落。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啊，这架飞机啊，在5点40分的时候呢，没有降落，而是偏航了，直接对着北京的市区就开过去了。它这飞行的这个目标就正对着北京的市区的3环以里。那么这个飞行过程呢，网上啊有些人根据飞行参数啊做了一个模拟飞行的动态图。一开始呢是往南飞，我咨询了一些业内的人士啊，他们说有风，有点偏南。偏南之后呢，往北那边稍微修订了一下，在5点55分，也就是15分钟之后呢，就撞上了中国尊。整个过程啊大概就是如此啊。那么它的飞行参数呢，现在都已经披露在网上了啊。这些飞行参数有一些比较关键。第一个就是这架飞机啊，从5点40分偏航到撞上中国尊这个整个过程啊，它的速度基本保持一致，
就是都是在100节左右，也就是时速在160公里左右。但是快撞到中国尊的时候呢，速度拉到了110节，也就是差不多180公里，也就是这个阿若拉这个飞机啊最高的时速了。那这个说明什么？那这个说明啊，这架飞机全程啊基本上都是受控的。如果不受控啊，你想想这个飞机你一直能保持这个速度吗？不太可能嘛。尤其是你撞到中国尊的时候，你这速度比你的巡航速度还要更快一些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这架飞机有没有可能它飞机发生故障了，驾驶员控制不下去了呢？这个也不太可能。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架小型的单发运动型飞机啊，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如果你要是飞机发生故障的时候啊，这飞机驾驶员一键可以切断飞机的发动机，也就是让飞机的发动机啊就熄火了。同时呢，再摁一个键，就飞机上自带一个降落伞。这降落伞你再一摁啊，300公斤的一个小飞机从空中直接降落伞打开之后，连飞机带人就落到地面了。你想想，如果要是飞机发生了故障，那这个飞行员是不是应该这么操作啊？但是这架飞机从石佛寺机场起飞，然后呢偏航之后直奔北京的3环而去，这个过程中间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而且呢它也没有采用通用航空啊这个标准的事故过程中间跟机场之间的那个呼叫联系，全程都没有。而且呢，我们现在了解的信息啊，5点40分钟之后啊，这架飞机应该就关闭了应答器，因为它一偏航之后啊，石佛寺机场就吓坏了，赶紧通报啊，通报了2个方面，一个呢是首都机场的空管，另外一个是空军的空管。因为在北京大家都知道，这个空域是高度管理的呀。你现在你撞的这个中国尊那个地方离中南海就只有6公里啊，这哥们儿只要再往前开个几分钟，就直接飞到中南海去了。北京空管的这些雷达，81集团军他们的自己的指挥系统里头啊，警戒系统里都是可以直接看的。我了解的信息啊，就这个信息上报之后啊，空管和北京的空军都呼叫了这架飞机。收到的话，立即航向东9栋，远离禁区。但这架飞机呢没有反应，最大的可能就是它直接关闭了应答器。而且关闭了 GPS， 它是靠这个手机的 GPS 导航飞到中国尊的。一般什么情况下一个飞机会采取这种措施呢？那一般都是恐怖分子劫持了飞机，或者是这个飞行员自己不想活了才会采用这种方式嘛。你像这个东航，当时那飞行员不想活了，对不对？你这个空管再怎么呼叫他都不理了吧。所以啊，综合以上信息啊，我们其实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这架飞机肯定不是因为机械故障，肯定不是因为这其他不可控的因素导致飞机啊误操作飞到了中国尊上空，跟北京的第1摩天楼发生了撞击，而就是人为的因素。这个飞行员就是有意偏航，有意撞上了中国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飞行员啊是谁呀？他出于什么目的要干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那网上很快就流传了信息，就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名字叫做刘俊华。当天晚上呢，北京的警方啊就直接开到了石佛寺机场。我刚才不是讲了吗？这架飞机啊属于东石双月这个航空驾校。这个驾校呢好像是有3、4个机场啊，其中它有一个机场就是这个石佛寺机场。我呢为了做这期节目，我当天我就打开这个东石双月的驾校啊，网站就打不开了，就直接被封了啊。那么警察到现场之后呢，恰好的英国的《金融时报》的记者呢也赶到了现场，他们就看警察在现场呢围着一辆别克轿车啊在调查。那么显然啊，这个别克轿车就是这架飞行员的。这个别克轿车车牌号就被这个《金融时报》的记者给拍下来了。那事后检索发现，这个车牌号的车主啊，对应的姓名也叫刘俊华，因此就可以敲定啊，就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就是刘俊华。那么当天呢，就有人猜了，说刘俊华是谁呀？那马上就有人搜索出来啊！你想想，中国尊那不是中信大厦嘛，中信集团的总部嘛？有人一搜，说中信银行啊，有一个私人银行的总经理，他的名字就叫刘俊华，是个女的。然后网上马上就是说了，说这刘俊华啊，就是在中信银行内部的内审过程中出了问题，
他不知道是投资爆雷了呀，还是自己贪污了呀。于是乎，这刘俊华呀，就去专门去学飞机去了。学完飞机之后，就想报复中信集团，于是就撞到了中信集团这个大楼，就中信大厦嘛，中国尊嘛。然后有些人还根据当天的一些视频做对应，说你看，这飞行员没死啊，从楼里头运出来一个人，是个女的，担架上，跟那个刘俊华长得还有点像呢。所以很多人言之凿凿的都说，就是这架飞机的驾驶员就是中信集团内部的员工。但是第二天啊，也就6月27号，这中信集团就在他们自己的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说是中信集团内部啊，总经理啊叫刘俊华，积极响应集团的号召，分享集团发展的一个发展方向。你想想，6月27号是周末，有必要吗？发这个信息吗？所以这篇文章只有一个功能，就是变相的辟谣。我估计中信集团也看到了啊，社会上都在传刘俊华开着飞机把自己的总部大楼给撞了嘛，是吧？他又没办法直接辟谣，于是就采用这种方式啊，这叫中国式辟谣。那么紧随其后啊，我看也有网友说，他说啊，这个刘俊华啊，不是中信集团的刘俊华，是另外有个科技公司的刘俊华。这个人在学飞的过程当中，和招募他学飞以及教学他学飞的销售兼教员产生了一点点的感情，可能刘俊华自己认为和对方产生了感情，双方互相相爱着。为了感情，他给这个女教员花了非常多的钱，自己的家底，公司的家底，当然公司的家底是他挪用的，不是他自己的。到最后导致窟窿填不上了，然后又与此女的感情发生了一点点的波动，导致心理防线崩溃，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所以呢，他不是报复社会，而是单纯的心碎，想要搞一点大动静出来。当然了，这个信息呢，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辨析真伪啊，到底是哪个刘俊华，只能等有关部门最后公布调查结果了啊。不过我估计啊，有关部门是不会公布调查结果的，因为这件事情你可以通过他那情况通报你就知道了，他公布的都是模糊性信息，具体的信息是绝对不会让你知道的，包括飞行员的背景，我认为也不会公布。为什么呢？就是有关部门怕引起效仿啊。你想想，这么一点事儿就把这个中信大厦给撞了，那如果那其他的那些通航飞机的飞行员都想不开，都往北京这个中信大厦撞，或者说直接撞到中南海天安门，你受得了吗？所以我了解的信息，就现在有关部门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啊，就是清除记忆，就处理这件事情的当事人这几天都隔离起来了，把手机啊、电脑上有关这件事情的信息通通都给清零了，这叫大数据清零。包括去年天津机场不是被无人机当时不是骚扰了吗？那事情发生之后也没找到那无人机是哪来的呀，最后处理的方式也是把这件事情啊整个的数据全部清零了。这也是我党啊处理类似问题的一个常用方式啊，处理不了问题就先处理跟这个事情有关的人嘛。那么第三个方面，这架飞机啊到底是谁驾驶的，他是什么动机来做这件事情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啊，这架飞机撞的中国尊距离中南海就只有6公里，他要真撞到中南海，那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可能受到影响啊。那你想想这问题是不是非常严重啊？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啊，为什么就是这么一个低慢小、时速只有180公里、300公斤的一个小飞机，就能飞到了重重防卫的北京上空，并且完成它自袭击？这个问题啊，说起来就有点远了。我先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啊。在北京的空域啊，实际上有2个禁飞区，一个禁飞区呢是北京西边的西山指挥所，那这是空军特别重要的一个指挥中心，所以它的上空是绝对禁止这个飞机飞过的。另外一个禁飞区呢，就是北京的3环套着5环的区域内呢是一个禁飞区。这个禁飞区呢，3环以里是绝对禁止飞入的禁飞区，而在5环到3环之间呢是一个警戒区。5环和3环之间的警戒区啊，为什么它是警戒区呢？也有一个背景，是因为5环到3环之间啊有2个机场，西边呢有个西郊机场，南边有个南苑机场。这2个机场啊，过去呢都归啊空军的34师管，也就是我们经常过去讲过的这专机办。
也是给国家领导人提供服务的那专机啊，都在这2个机场。其实主要是西郊机场，这南苑机场呢，后来啊就把中国联航给弄出去了，弄到大兴机场去了。然后呢，南苑机场现在基本停了。但不管怎么样，在5环到3环之间，由于有2个机场，所以呢，它是属于警戒区。这2个区域内，平时除了军方的飞机以外，都是禁止飞入的，包括民航客机。大家都知道，这北京的大兴机场在北京的南面啊，北京有很多的飞机啊，要飞到大兴机场啊，它是不能通过北京的上空的，它必须在5环外飞过去，然后经过一个拐弯进入到大兴机场。所有的这个民航飞机都知道，这是北京著名的大拐弯。那么在北京的空域上空啊，由谁来管理呢？那大家都知道是由北京的81集团军的航空旅他们来管理啊。北京的空管呢也没有执法权啊。那么任何飞机如果要是要飞进禁飞区的话，那空管呢会立刻报告北京的空军。有一年，俄罗斯的这个一架民航飞机起飞之后，他自己晕菜了，就直接往北京的3环里飞了。结果那空管就拼命呼叫他，最后这哥们儿反应过来了，擦着那个北京的禁飞区边缘的飞出来了。最后当时中方通报俄罗斯这个航空局，这个飞行员就受到了严厉的处理啊。那么这个北京的空军啊，对这个禁飞区呢，它是怎么管理的呢？它有一套预案，你如果要是发现不明飞行物，或者说你的飞机要往这个禁飞区里飞啊，它有5分钟的响应时间。这个北京的空军81集团军，它的驻军地址在哪儿呢？就在北京的通州机场。这通州机场啊，你用谷歌地图你是搜不到的，它是在北京的张家湾3间房村。这3间房村呢，就是北京的陆航飞行团，它驻在这里，都是一些直升飞机啊。说如果发现飞机要往3环里飞的话，5分钟响应时间，马上起飞。如果在5环和3环之间，一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就是把这个飞机啊挤出去。所谓挤出去啊，飞到你前面拦住你的航路，你就不得不改变航向嘛。那么如果你要是往3环里飞，那么陆航就有权直接击落这架飞机。但是因为北京啊是人口特别稠密的区域啊，如果是击落飞机的话，这飞机残骸掉到地面上，大概率是要砸死人的。所以击落飞机本身这件事情啊，虽然在预案方案里面，但实际上运用起来还是比较谨慎的，多数情况下还是通过挤出去。但是这架飞机从石佛寺机场偏航起飞5点40分到5点55分撞上中国村，整个15分钟的飞行过程中间是没有出现陆航的直升飞机的，直到这架飞机撞上了中国村，天上还有人发现，几分钟之后陆航的直升飞机飞到了上空。那问题就来了啊，那北京空军的反应速度怎么这么慢呢？这明显是有问题啊。我听到的消息啊，就是这架飞机5点40分起飞之后，那当地的空管也包括空军都呼叫这架飞机啊，这架飞机关闭了应答器，没有响应，就直接往这3环飞了。那这个过程中间啊，这个空军啊反应比较迟缓，他们呢或许是在犹豫，或许是在向上级请示，总而言之飞机就没有起飞。什么时候起飞的呢？就这架飞机已经飞到了5环，距离3环只剩下10几公里的时候，陆航飞行员的直升飞机才起飞。再去追这架飞机就已经来不及了。等直升飞机啊飞到中国村的时候，那么这架运动型小飞机已经撞上了中国村。大家看这个过程啊，北京的空军啊，在这个事件过程中间是存在着重大失误的。因为你的平时的预案里头啊写的清清楚楚啊，响应时间是5分钟啊，结果呢，你现在这个响应时间呢，肯定是超过了10分钟。为什么呢？5点40分钟开始偏航，飞过去一共15分钟。如果第一时间就响应的话，那么通州机场啊，距离中国村只有20多公里，因为通州机场距离中南海的距离是30公里，减去6公里啊，最多也就只有25公里。所以说，他们如果要是起飞的话啊，飞到这个3环这个地方的话，最短的时间就是5分钟。也就是说，如果要是5分钟响应，5分钟飞到这个市区的时候，它完全可以飞到这架小飞机的前面的航路上，挡住这架小飞机的去向。结果呢，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总而言之，反正是没有及时起飞，导致了这架小飞机撞上了中国村。
所以我估计啊，下一步啊，这81集团军的这个航空旅的负责人肯定是要被撤职的，也包括中部战区的这领导肯定要被撤职的啊。中部战区的现在司令员韩延胜也是刚刚就任呢，而且还是空军出身呢。但你想想，就出了这件事情啊，我估计肯定是雷霆大怒，这些人呢都跑不掉。那么这件事情的影响啊，肯定不仅仅指军方啊，其实影响最大的是咱们国家的通航飞行事业。这事情发生之后啊，中国民航总局就马上发了一个通令，全国所有的通航飞机啊，马上暂停停止飞行，全国所有的。紧随其后呢，就规定啊，北京周边300公里半径内，所有的通航机场全部停止起飞。如果有一些必须要飞行的项目，比如说你是农机起飞要撒农药啊什么之类的啊，或者是你公务机啊你要起飞啊什么之类的，都得经过县团级以上部门的审批批准。同时呢，要求所有的通航飞行这个学校，也包括有驾照的这个管理方，要对这个飞行员的背景情况要进行调查。这又有点像那个当时东航事情出现之后啊，对这个飞行员的心理状况、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大家还记得吧？我看网上也有人说了一句话，说的挺好的。他说这个飞机啊，就撞坏了中国尊的2扇玻璃，但是撞死了一个行业。言下之意啊，就是中国的东航飞行事业基本上在这个事情之后啊，就凉了大半截了。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中国啊，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空域是归空军管。这个空域啊，平时是不开放的。你民航飞机，你都得跟空军去申请啊，航路航线啊。你比如说1000米之下的低空区域，你在美国是完全开放的，随便飞。所以美国的通航飞机啊，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发达。你比如说美国啊，拥有这个私人飞机驾照的大概有16万人，加上运动飞行驾照的，加起来超过20万人。那美国的通航飞机的飞机场有15000个，每年啊，这个通航飞机的小时数啊，在2500万小时左右。那么中国大概是什么水平呢？中国啊，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全国的通航飞机场啊，大概只有313个啊，每年的飞行小时数呢，只有70多万小时。那么有飞行驾照的人啊，加起来哈，只有几千人。通航飞机的数量是多少呢？只有1874架，这是2016年的数字啊。中国的通航飞行事业啊，发展的里程碑是2013年。2013年的时候啊，中国民航总局啊就出台了一个文件，就通用航空飞行啊，就是它的任务以这个飞行线路的管理规范。这个管理规范里头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定，就是说啊，有9种情况需要审批。比如说你要飞到台湾海峡中线附近，这不行；比如说飞到了一些军事设施旁边，这不行；飞到了中国的边境线附近不行；还比如说外国的驾驶员在中国飞行，那你得要单独的审批等等啊，一共9条。除了这9条之外，不需要审批了，你就都可以随便飞。这个呢，被称之为通航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我们过去讲了，低空经济1000米之下啊是不开放的，你所有的飞行都需要审批啊。你需要审批，那你想想，你这个怎么发展啊？你任何一个教学飞行你都需要审批这个任务。所以2013年之后啊，就中国的通用航空啊，就进入到了快车道，发展挺快的。到2016年，不机场有了300个吗？企业有289家，航空器有1874，飞行小时数是到了73万小时。2016年呢，国务院就出台了一个促进通用航空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个意见里头也提出了一个目标，说到2020年的时候，通用机场要达到500个，通用飞机的载具要发展到5000架，飞行小时数要达到200万小时。这是国务院发的一个指导意见啊。但是说实话，发展的不是很顺利。我查到的数据，到了2025年啊，中国的就是通用机场的数字呢，才达到了513个。你看，才实现了2020年的目标。但是飞行载具的数量呢是3140架，那你想想，还没到国务院指导的2020年的那个目标呢啊。飞行小时数呢是121.9万小时，跟前一年相比还下降了9.1%。为什么中国的通用航空啊事业发展的慢呢？本质上来讲，这是一个高度管制的市场，因为你这个
机场啊，你的空域啊，你各个方面的管制程度高，限制特别多，由此导致就这个行业发展非常缓慢。但是现如今，就算是就是这个行业在步履维艰的发展，因为这件事情基本就死了。为什么呢？我前面是讲了嘛，中国民航总局立刻要求全国所有的通用航空飞行停飞。紧随其后呢，北京周边300公里范围内，我估计啊，今后所有的通用航空的机场都会被关闭。其实这个指导思想啊非常清楚啊，就是现在这个通用航空的飞机啊，属于低慢小、低空、速度慢、小型。现在你从石佛寺机场起飞，飞到3环，那不就15分钟？那我来不及响应吗？那怎么办？我通通把你们赶到300公里范围之外。300公里范围之内，假如说你要飞到我们的中国尊，你得飞1个半小时啊。那我们的81集团军就有时间反应了，对不对？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来，那通用航空还能发展吗？北京的人如果要想去飞一下通用航空的飞机的话，他得驱车300公里，开到山西去才能飞行，那这个行业基本就完蛋了。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想讲一下啊，其实北京的防空啊，我们都知道非常重要，但是啊，现在这个防空体系啊有点问题。81集团军的这个陆航团呢，在这个3间房机场，它距离天安门呢是30公里，有点远。在5环之内呢，它没有啊，其实拦截性的机队。你比如说美国安德鲁空军基地，距离白宫多远呢？18公里，所以呢，它的响应时间就比较快啊。所以你看，美国总统出发都是在白宫坐直升飞机飞到安德鲁机场，然后安德鲁机场的话坐各种飞机就走了啊。但是中国呢，最近的陆航团距离天安门还有30公里。当然，咱们国家领导人啊，也没有坐直升飞机从中南海飞到机场的习惯啊，都是从地下通道坐汽车开到西郊机场。所以呢，他们对这个陆航团在5环和3环之间啊，它设置拦截性机队，它其实没有太大兴趣。但这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导致你这个低慢小的飞机啊，如果你从外面往5环里头飞，你从内部就没有拦截性的这个机队起飞。你从那个3间房机场起飞，你起飞之后你得追它呀，那这个反应速度就慢多了。所以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要反思的话，应该就在你比如说南苑机场那个地方设置一个拦截机队。南苑机场啊，距天安门呢就只有15公里左右啊，那这个距离特别合适啊。假如说你石佛寺机场这个地方有飞机起飞了，南苑机场起飞之后，距离中国尊呢大概就有6、7公里啊，马上就可以起来拦截啊。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处理这件事情的思路是什么？它不是如何完善自己的防空体系，而是把你这些民间的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产业一棒子打死，都赶到300公里范围之外，保证首长的绝对安全的同时，也死了一个行业。当然了，在中国死一个行业算什么呢？谁会在意呢？没人会在意。所以啊，这就是这件事情的最大的悲哀之处吧。好了，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说是有个什么飞机着陆了，啥的着火了，我